佤邦联合军控制缅北稀土矿，中国代理人加剧产业链危机。大家好啊，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路透社2025年6月12日专题报道，中国支持的佤邦联合军控制了缅北的稀土矿。根据4名知情人士透露，中国支持的佤邦联合军正在出兵保护缅甸东北部新建的稀土矿，充分表明了北京方面正在采取行动，加强对缅甸稀土矿的直接控制，并且将他们作为与华盛顿谈判的筹码。目前，中国几乎垄断了重稀土加工成磁铁的全套生产线，这些磁铁在先进机械、前沿科技、医疗设备、军事工业等领域广泛使用。根据中国的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饱受战争蹂躏的缅甸占中国稀土进口量的1半以上。很明显，北京严重依赖来自缅甸的稀土矿产。有人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根据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在缅甸北部，针对稀土矿的争夺已经进入了白热化。在缅北的一个主要矿带被一个反政府武装团体占领了，这个矿区的缅甸政府军被这个民族地方武装打败，直接导致这里的稀土矿停产。另外，卫星图像显示，在佤邦联合军控制的孟萨地区，工作人员正在运用卡车将已经开采的稀土矿产运往距离中缅边境不到200公里的孟云镇，具体目的尚不清楚。佤邦联合军是善邦最大的民族地方武装之一，与中国有着长期的商业和军事联系。这里除了稀土矿以外，还有世界上最大的锡矿。将稀土从孟萨运往孟云，是路透社首次报道了佤邦联合军的行动与细节，充分说明在缅甸东北部一个新建的稀土矿已经开始产出，并且在一个与中国深度合作的民族地方武装的监督下完成了转运。有关学者表示，从缅北的克钦邦延伸到善邦北部，一直到老挝，是中南半岛著名的稀土矿产带。中国外交部在回应路透社提问时表示，中国企业在海外经营必须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来自中国的稀土出口管制，严重影响了全球制造业及产业链的安全。有人问怎么看？首先，路透社的相关报道应该是真的。位于缅甸东北部的这个稀土矿由佤邦联合军控制，进行开采之后的转运也应该是真的。但是，是否可以生搬硬套说这一切都是中国在背后的指挥，还是需要仔细分析的，不可能随便下结论。咱这么说，对于缅北的稀土矿和其他矿产，一直以来都是缅甸军政府以及各地民族地方武装争夺的香饽饽。原因也非常简单，这些民族地方武装缺乏活动经费，他们非常的缺钱，经营矿产开采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矿产生产基地在当地民族地方武装手里反复争夺，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缅北的善邦和克钦邦
主要矿产包括稀土、稀有金属、翡翠和石灰，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熟知的黑色产业，比如说鸦片以及电信诈骗、网络赌博、人口贩运、器官采集。只不过咱这么说，电信诈骗这种东西在缅北属于技术活，不是你想有就可以有的。缅甸本地人文化水平不高，这就是为什么这些电诈园区通过绑架中国人来为他们工作。这些缅甸人不会说第二种语言，所以让他们进行电信诈骗是几乎不可能的。而且缅甸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经常断电断网。缅甸的国家电网根本覆盖不到缅甸北部地区，而且它这个国家电网技术老旧，经常损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已知的电信诈骗等黑色产业主要集中在果敢、佤邦、小孟拉等距离中缅边境的地区。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的民众会说中文，以及更重要的，这些地方的供电和网络都来自中国。这也是为什么在缅甸北部，电信诈骗这种黑色产业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技术活，而抢夺矿产就变得简单多了。缅北地区的民族地方武装，他们什么样的矿都进行抢夺，稀土、翡翠、石灰、稀有金属，只要抢到手，马上快速开采、转运，然后溢价销售。主要的买家就是中国，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一切都是背后由中国政府指使的。也就是说，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属于非常明显的带节奏行为，原因也非常直接，自己的稀土被中国卡了脖子，非常的不舒服，所以开始病急乱投医了。比如说今天的这篇报道，佤邦联合军控制了孟萨附近的稀土矿，把已经开采的稀土用卡车转运到孟云镇。然后路透社表示，这一切的背后有中国政府的身影，因为孟云镇距离中国边境只有不到200公里。咱这么说，这种描述很明显在糊弄傻子。随便一个美国人，他不了解缅甸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认为不到200公里，开车也就2个小时不到就到达目的地了。但是缅甸不是这种情况啊！真正了解缅甸的人都知道，200公里那可是非常遥远的距离和非常遥远的路程。因为这里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缅甸的公路系统它根本就不发达，所以你想转运200公里以外的东西到中国边境，这里边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且缅甸这个地方交通不发达是一方面，另外民族地方武装到处都是，当你转运这些稀土的过程当中，如果路过跟你不合适的民族地方武装控制的区域，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佤邦联合军把开采后的稀土从孟萨运往孟云镇，它的目的可能就是为了溢价出售，而不是直接交给中国政府。不过话说回来，哪怕这些稀土它运到缅甸其他地方，最终还是要卖到中国去的，不是因为中国政府指使，而是你不卖到中国，你要卖给谁？咱这么说，缅甸这个国家能有开采稀土的能力就已经不错了，而且很多稀土矿是由中资机构来经营的。原因也非常直接，缅甸根本不具备这个条件。比如说，
之前被克钦独立军占领、位于板瓦齐培的稀土矿，就是由云南的一家企业进行经营。云南这家企业在当地给员工的工资是超过缅甸本地工资的5倍以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没有这家稀土矿，当地缅甸的劳工根本找不到工作，他们失去了工作，他们会干什么呢？也就是说，中国通过投资进行改变了当地的生活状况，这难道不是中国的社会责任吗？缅甸这个国家，还是那句话，有开采能力就不错了。想让它去进行对稀土分离、冶炼、加工，甚至磁铁生产，对不起，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是你脑袋被驴踢了，还是我脑袋被驴踢了？到底是怎么搞的？其实吧，这些西方报道的通病就是喜欢把稀土当中的土与经过加工后的磁铁混为一谈，给人一个感觉，只要我得到了稀土，我就得到了一切。很明显，从这个角度分析，充分说明当西方被中国卡了脖子以后，哪怕是心理安慰也是可以的。另外一点，有关路透社通过卫星照片首次发现，还是那句话，有些过头了。佤邦联合军的这种行为之前也发生过很多次，只不过在以前西方都根本不关注缅甸，特别是缅北地区。只不过最近在稀土领域被中国卡了脖子以后，才开始关注缅北地区以及缅甸的主权了，这才有了今天有个新发现，明天有了新的稀土矿。如果是反对中国的民族地方武装占领了某一处的稀土矿，则西方媒体宣布胜利；如果哪一个与中国合作的武装组织占领了某一处的稀土矿，那西方媒体是一片哀鸿，仿佛失去了一切。咱这么说，这种报道的方式是非常不成熟、不正常的表现。那么这里边可能有人要问了，有没有这样一个场景，一个由西方支持的民族地方武装占领了某处的稀土矿，然后按照西方的指示将这些稀土运往美国呢？咱这么说，有这种想法的人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咱就做一个简单的假设，克钦独立军占领了缅甸北部位于板瓦齐培的稀土矿，然后如何把这些稀土运往美国呢？最快的方法，首先想办法运往印度，然后在加尔各答装船运往美国。但是我们知道，从克钦邦到加尔各答中间要经过印度东北部地区，而且我们也非常清楚，克钦独立军跟印度的关系非常不好。也就是说，如果克钦独立军想要把自己的稀土运往印度，然后还要赚到利润，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就更别说把这个东西运往美国了。再说，这个东西一旦到了美国，美国并没有分离，并没有冶炼技术，最后还得把这些稀土运往中国。所以与其说运往美国，不如说直接卖给中国。运往美国最后还要到中国进行加工，何苦呢？咱这么说，克钦独立军占领了稀土矿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配合西方把这些稀土运往美国，而是提高价格，给自己创造更多的利润。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溢价销售。由此可见，路透社的这篇所谓专题报道给我这样一个感觉，他们正在把缅甸的一种常态描述成一切都是中国在背后策划的阴谋，以至于说中国在价值观层面侵犯了缅甸的主权。这是西方报道中国 PUA 中国的一贯手法。比如说
这一次他们会这样自我安慰：你不要看中国得到的稀土，你不要看中国拥有了稀土生产的全套产业链，他得到的这个过程是通过侵犯人权、侵犯缅甸主权得到的。他得到的这个方法，这种方式非常的不干净。我们不要向中国学习，我们要有高尚的价值观。我们是讲究平等、讲究民主、讲究人权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价值观就足够了。不过话说回来，即使这些东西都是背后由中国政府精心策划的，难道你美国能怎么办呢？直接进行干涉？对不起，你有这个实力吗？你没有这个实力，只能无能狂怒。还有，如果因为价值观不同，那么可以制裁呀。你可以不买来自中国生产的稀土产品，请问你有这个本事吗？你看看你们现在被中国卡了脖子都是什么样的场景，就别说直截了当因为价值观不去购买来自中国的稀土产品了。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一切报道的背后都是因为稀土被中国卡了脖子，感到非常的不舒服，开始病急乱投医，开始寻找价值观方面的安慰了。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好了，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喜欢大羽毛节目，别忘点赞、评论、转发。没订阅请订阅一下，谢谢大家。